大家好，我係叻仔。好快就春去夏來啦，雨水多，濕氣重，人都會攰啲噶。所以今日就分享一個能夠清熱消暑、去濕抗疲勞，仲要非常之鮮甜嘅靚湯俾大家噶。算係叻仔最愛湯水之一，佢就叫做沙葛章魚豬展骨湯。試過好飲，鮮甜到唔講得少嘅話，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收藏喺食譜啦。綠豆性寒微甘，有清熱消暑、利尿消腫、潤喉止渴嘅功效，對腸胃炎、咽喉炎都有一定嘅治療效果，所以喺夏天用嚟解毒消暑咧就最適合啦。花生、眉豆好多時候都會一齊使用，因為兩者嘅性味相近，性平微甘，而眉豆咧就會帶多少嘅鹹味。有助去濕、抗疲勞、補脾腎、生骨髓、調和五臟等等，算係大眾化嘅養生豆類嚟噶。處理嘅時候，我哋就洗乾淨浸水，最好就浸到軟身，大概要5-6個鐘頭左右噶。如果真係冇時間啦，都要浸1個鐘頭啦，因為浸得夠軟，先至能夠煲得出佢嘅味道同埋營養出嚟。唔係有加豆就等於冇加豆，冇乜作為噶啦。章魚乾係今次煲湯嘅主要調味食材，性平微甘，有補血益氣、滋陰養胃、補虛潤膚嘅功效，能夠預防貧血、舒緩疲勞、恢復視力、改善肝臟功能等等，係女性產後補虛祛瘀嘅滋補佳品。我哋先用開水仔細咁洗一次先，之後就浸佢30分鐘。今次用嘅係豬展骨，肉質軟腍鮮甜，大筋而有骨，營養更加均勻豐富。唔想斬佢呢條粗骨，我就會喺上面加返2刀，等佢容易啲出味。因為我覺得咁樣呢，就唔會傷到把刀同埋傷到手腕啦。之後就用鹽去醃製，輕則醃1個鐘，最好呢就醃過夜，咁就更加有味道啦。又有章魚又有綠豆，我哋就切多幾片薑，用嚟驅走寒氣同埋章魚嘅異味啦。沙葛亦都係呢一煲湯嘅主要材料，又會叫做涼薯、豆薯，生熟食都可以，口感爽脆，清甜多汁，性涼微甘，功效能夠清熱去火、生津潤燥等。經研究發現，仲能夠抑制肝癌、胃癌等等。選購沙葛嘅時候呢，我哋就要揀翻一啲最手啲嘅，因為咁樣呢先至叫做多水又多汁。同埋呢，要睇下佢表面有冇一啲嘅裂縫坑位，盡可能都唔好揀啲有裂縫噶，因為有裂縫呢就會藏到啲沙泥入去啦。咁買翻嚟呢一隻呢都比較大隻啊，我呢一隻，所以呢我就只會用1半嘅啫。咁我就會將佢切頭切尾攞翻平佢先，企穩咗先至將佢1刀2斷，咁就會安全啲噶啦。咁就唔好用咁大嘅力度落去切，因為呢佢都比較容易切，你估計唔到佢原來佢係唔係好實淨嘅咋，把刀會飆嘅，所以小心啲。沖走晒啲沙泥呢，就係時候將佢去皮啦。咁沙葛嘅皮呢，其實都好特別嘅，就好似一啲樹皮咁，好粗糙，韌力呢都好足夠啊。所以我哋一絲一絲咁撕佢出嚟就可以噶啦。切件嘅時候呢，我就會再將佢開咗邊啦，之後先再將佢切件噶。咁切嘅時候呢，都一定要小心啦，因為呢切沙葛好多人呢都唔熟悉佢，一切呢就好容易切親手啊。因為佢有時呢，你以為佢嘅阻力好犀利，你就用咗大嘅力度去切，
所以一切落去呢，估唔到原來佢係咁順利，一切呢就已經去到底㗎啦。所以唔好用咁大嘅力啊，逐刀咁去切落去呢，就會順利好多噶啦。千祈唔好用大力，因為真係實在太過多人就係切沙葛瀨嘢啦。你睇下佢一搣落去呢，好脆身嘅，你估佢唔到嘅阻力其實好容易切嘅啫，小心啲就可以啦。要切嘅切咗，要醃嘅都醃咗呢，就嚟處理翻呢一隻章魚啦。半個鐘頭之後，佢而家呢就變咗軟身啦。咁我哋呢就落翻2-3殼嘅生粉，再去洗多佢一次。因為呢，當你見過章魚嘅醃製啊、曬乾嘅過程呢，你就知道呢啲曬乾物呢一定要洗得佢乾淨。特別係呢啲章魚嘅手腳呢，有好多呢啲罅隙喺度噶。一定要洗得佢乾淨啦，知唔知？跟手咧就可以將佢切成一條條嘅章魚鬚啦。切好晒咧，我哋就將佢出一出水，咁就萬無一失噶啦。咁烚佢嘅時間大概係10秒、8秒就可以噶啦。因為你烚得太耐嘅話咧，佢嘅味道就會流失啦。跟手就輪到豬展骨啦，咁就粉紅色烚到佢變白色，咁就掂晒啦。材料都準備好呢，我哋就開返個白鑊，就輪到呢一集最緊要嘅秘技精華所在啊！因為呢一個步驟呢，就可以將呢一煲湯嘅鮮甜味道大概係提升咗3倍左右啦。咁我哋就開返個白鑊，將啲八爪魚咧就煎香佢。咁期間盡可能呢，都用一個中火以下嘅火，用一個慢啲嘅火力落去烘透呢隻八爪魚。咁就唔係叫你煎香佢，煎到佢燶喎，要你煎到佢香，變到金黃色就可以噶啦。今次就煲2500毫升水，凍水咧就放埋啲豆啊同埋薑片都放晒入去，因為都有排煲噶。水滾起咧，就放埋沙葛、章魚咧，都放晒入去。再加多2粒嘅椰棗，先開大火煲10分鐘，再轉細火煲多90分鐘。喺最後嘅15分鐘左右，加多1茶羹嘅鹽落去調味，鮮甜濃郁湯魚尾酒沙葛章魚豬展湯就大功告成啦！如果認為影片實用有用，又或者試過煲嚟飲，覺得好飲又有益嘅話，就記得俾個 like。製作影片一啲都唔容易，但係有你支持就係我嘅拍片動力啦！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